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从今天我们实时的多空数据来看多头目前占据了今天的主要地位。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多头目前基本上有10个币种在发育，同时呢，我们看到空头数量，特别是4小时级别的空头数量正在减少，并且呢，这些空头的数据当中很多是之前快速拉升了一波的正在回调的币种。证明呢，今天比特币市场呢，包括数字货币市场出现了一个多头的行情。那么在外围市场来看，我们说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行情，就会有资金流向比特币这一点呢正在被验证。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呢正在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有悟空阳线，有八戒阳线，有沙僧阳线。那么在沙僧阳线的这个势力范围，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那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给出了占比全球资本市场70%的道指在拉升的途中会有吸血效应。那么比特币在道指拉升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轮回调动作那么一旦道琼斯工业指数在高位出现震荡，就是比特币走出行情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正好验证了这一点。对于比特币来说，我们看到上方呢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由日线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基本上长达2个月时间从高点大概是在6月20日一直走到了今天8月8日接近2个月时间的调整过程当中，一直在$32,000和$28,000这样的一个非常窄幅的$4,000的一个区间做震荡，并且它的趋势是逐渐向下的。那么这个趋势呢，和我们看到4到6月份的调整趋势形成了一个互相平行的一个对称性的结构。这里的对称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下跌式的对称，所以呢，我们认为如果有下跌的对称，那么上涨的对称也会在将来发生。再往前推，我们也看到了这里4到6月份的下跌刚好与2月份的调整，2到3月份的这个调整相互形成一个不完美的平行结构。那么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3月底的这轮上涨过程也同6月份的这个上拉过程相互平行。那么目前是时间走到了8月份，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小幅度的突破。那么突破完成之后就有机会形成6月中旬到6月底的平行结构的在当前形成一个平行结构的上涨。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6月19日的这一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正常来说，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从6月26日到8月7日连续7周的调整过程，我们都认为是周线级别悟空阳线遇到了干扰性的 K 线。只要这个干扰被多头消灭掉，上方呢仍然有八戒阳线的一个预期有沙僧阳线预期，有唐僧阳线预期，最终呢是有机会完成本轮行情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把时间级别再切换到4小时级别来看4小时级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线的一个指标。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在4小时级别上非常明显从6月底到8月初这轮行情始终处在一个4小时级别的震荡收敛三角形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次对这个收敛三角形进行了一个假的突破，这个假的突破要忽略不计然后呢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过来，连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踩最多的点去连。然后呢我们就惊奇的发现，在今天比特币的行情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无论是多是真是假，它是在事实上在4小时级别发生了突破。这里均线系统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均线，也突破了169均线。均线系统发生突破之后K 线也成功站上了绿色线的这个169均线注意看我光标的这个位置这里标记的是绿色线是169，黄色线是144，粉色线是10日均线，蓝色线是5日均线。我们看到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并且 K 线也成功站上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多头发育的一个标志。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做一点，就是把144均线附近$29,400这个位置设上止损多头方向的止损要设置好，一旦跌破的话行情将会重新回到它的这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如果能够撑住$29,500的话，多头容易继续发育，最终呢发育成周线级别上涨气流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虽然我们经历了一轮调整，但是这一轮行情我一直在强调的是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这个下跌的调整过程是包含在上涨过程当中必然经历的结果，而不是下跌的过程站在上涨过程的反面就是因为周线级别它是一个上涨的趋势而日线级别我们确实是经历了2个月比特币的调整过程，但这一轮比特币的调整过程，我们看到很多山寨币有所表现包括我们之前提的 Action DODO 还有 Uni。Gala 这些币种呢都做出了不错的上涨行情，虽然有的币种呢出现了对称性的涨跌，但毕竟呢是板块轮动带给我们多头方向的一个机会要对这些多头趋势做感恩做一个珍惜。那这段时间一直追踪我频道的老粉丝听我提过 PEP 那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从昨天晚间凌晨开始，我们提示了会员群，今天上午的时候也再次提示了会员群频道PEP 是可以做一个追击多头的一个标的。原因在哪儿呢？我们看到它就是一个类似于比特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日线级别的平行结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23年5月到23年6月的它的一个下跌行情当中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也看到了7月到8月份的这个平行的长达1个月的收敛三角形。这2个收敛三角形呢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附近就是一个变盘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昨天晚间发现它有一定意向这里的意向指的是在 K 线上，在小日线级别5日均线、10日均线对144均线、169均线做了一个上穿动作，同时呢 K 线站上了169均线上方，所以呢昨天凌晨1点对它进行了布局，目前呢正在不断上攻过程当中。记住这个结构呢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个上拉动作的，这里的上拉呢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里可以向外面公布为什么呢？原因是前2天我们在这个公共频道就提到了 PEP 有老粉丝会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它的这个结构呢会逐渐对各个时间级别进行突破。首先呢我们看到它是进行15分钟级别突破，15分钟级别144均线、169均线被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然后是小日线级别发动同类型突破，再一个下一步呢是对5个零135这个位置上进行突破，形成一个4小时级别的突破。最终呢，我认为它会形成一个日线级别的向上的平行于前面一轮行情的一个上拉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上一轮行情对于 PEP 来说，它从低点到高点有128%的上涨幅度。那么这一轮我认为 PEP 也会有一个翻倍行情，因此呢，昨天会员群频道在低位已经对它进行了一个给出。那么上方是有一个翻倍预期的，那普通频道这个 YouTube 频道和 BI 频道的朋友也可以对 PEP 这个抹币进行一个关注。
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